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虽然我的名字叫做电脑王阿达，但是老实说我已经10几年没有碰 DIY 的东西了。但是我前半生都一直在组电脑，一直到大概应该是10年前左右。那个时候因为我的网站的事业有起来，收入就已经远远大于 DIY 的部分，而且那个时候客服其实loading很重，我已经无法兼顾了，所以到后来呢，我就放掉那一边，就转交给我同行之后，我就没有做电脑。认真来说现在新的电脑我并不是很熟，我最后组电脑那个年代可能还停在 DDR2 Run 的那个年代，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久。那虽然大家可以看我们还是有在测一些电脑硬体相关的评测文，但是呢，那时候是我交给我们家里面专门在做 DIY 的那个编辑去处理。我自己老实说是真的已经不是很熟了。那今天呢，我就要挑战组这个整组的 Intel Ultra 9的一个电脑。如果我在组装过程中有什么讲错的话，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处指正我，我们互相来交流。那影片开始前，也请大家先把我的影片按个赞，喜欢的分享一下，这对我相当重要。好，在开始前呢，我们先过一下这次要组装的一些配件。第一个就是 Intel Core Ultra 9 285K， 那这一颗我们写过测试，它砍掉超线程，功耗也大幅降低。不过呢，它初期的表现跟14代相比进步不大。我自己目前觉得可能是因为Intel 在之前的缩缸事件对电压策略上保守很多，有点 PTSD 那再加上24H2有些 debuff 还有一些优化问题。听说他最近会释出尾码来更新，导致目前它的表现我是觉得测出来不是很好看。但是呢，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是比较需要大量的一个影音转档、美术处理，就是日常工作使用所以主机器我还是会以 Intel 为主 ，AMD 适合玩电动。不过这个见仁见智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 Intel 比较多一点。那主机板部分我们用的这是 NSI PGN Z890H Type WiFi， 它支援 LGA 1851的脚位，然后有4组UDIN 的一个插槽。不过呢，如果你是追求极致游戏效能的话，老实说应该要使用像我们之前开箱推荐过的 NSI NEG Z890的 Unify X， 因为你要追求速度其实是2个机体的DIN或单只机体它跑起来是最快的。那现在的电脑硬体概念我觉得跟我那个年代差距最大的之一，可能就是机体的部分。像以前我们只看有没有单通道，有没有双通道，运算允许的状况下就插好插满，然后频率最好都一样。那现在的硬体这是有各种花样。你像现在还有所谓的每个通道一个DIN，它这个主机板代表一个通道有一个DIN，另外还有一个每个通道2个DIN的2D PC那实在是真的很复杂。更不要说现在还有所谓的 1R 跟 2R，1R 就是那个机体它只有单面，2R 就双面都有颗粒，这个真的搞得很复杂。但是你要记得，如果你要求速度快的话，那你就是 1D PC， 然后 1R 它可能会是最快而且最好超频的。另外呢，如果你有4组DIN要插的话，最好的位置还是插在2跟4，那是因为跟处理器的一个距离有相关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所以1D PC 1R 是最快，可以到记忆体的理论值。那 2R 就其次， 2D PC 1R 或 2R 到最后可能就只剩下4800 Plus 的 NTS 就会降得非常非常多。你如果是 AMD 的话，还有可能插满不开机AMD 的毛就更多了。虽然说记忆体的频率对游戏帧数会有个正面的一个影响，不过呢，如果你的显卡或你的处理器不是最顶规的话，那意义其实也没有很大。那 Z890H 呢，它搭载16+1+1+1的一个 DRPS 的电源设计，还有2组8pin 的 CPU 供电、散热护甲，还有一个 EGDIY 的快拆设计。IO 部分则是有 TB4、5G LAN， 还有 WiFi 7等连线能力。那这次我们机体使用的是这个巨蟒 Pinsnake 的6400 DDR5 32GB。那这个机体品牌大家可能没有听过，那其实它是个正统的台湾的 MIT 的品牌它早期是做代工为主。那近几年开始自己做品牌，不然的话给人家做代工赚不到钱它颗粒用的不错，那都是用海力士的颗粒。那在我们组装界来讲，就是说它不错的性价比。而且它在台湾各地的经销商门市都有配合的快修中心送修速度很快。由于我比较在意的是机体的容量远大于它能实际跑的一个频率所以我就调这个6400的一个速度，然后把它插到满因为如果说你要快的话，那我就要去买更贵的，然后 48GB 的 RAM 来插。但是我觉得我插满之后，它频率如果是降到4800的话，那就很亏显卡部分这次我是选择 MSI 的 RTX 4080 Super因为50系要出了嘛，
那我也不会冲第一波，那之后看它降价还是怎么样再说啊。电源供应器部分，我选这个 Antec NE1300GM， 它通过80 Plus 的金牌转换率认证，而且达到 ATX 3.0跟 PCIe 5.0的一个电源供应器标准。台湾代理商世博通，它也提供10年的产品保护而且还有2年故障快换的一个服务。那功率高达1300瓦，可以轻松应付4090的显卡，甚至明年的50系的显卡，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是目前市场上少数1300瓦做全模组化的电源供应器，而且它长度控制在140厘米左右。那早期的电源供应器直出款大多以150厘米到170厘米为主，这样子能够大幅的缩短机身长度，也代表电源散热的部分会更加要求。那 Antec NE1300GM 呢？它采用更高品质的 FDB 的风扇，那再搭配Zero RPM 自卫温控风扇模式，在低负载状况下可以达到风扇零转速，高负载的时候则是可以提供非常好的一个散热的效果。准备开始组装，这个就是我们的 case， 是 Antec 的 C7 ARGB， 它是一个270度海景房前面跟这边都是透明的，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展示里面的配件的东西。虽然它看起来没有很大一坑，但是呢可以塞一下 RTX 4090，还有一个360的那个水冷盘，所以空间利用率还不错。而且它还支援那种背插式的主机可以将线材收纳到那个背板部分。不过呢，这次我们不是用背插式的主机板，所以还是会看到线，那就无所谓。而且这个机壳它拆卸也很容易，它这边是有一个卡榫，不过要注意玻璃材质不要敲到角落，可能就会破掉。这边大家看，这边有个滤网，现在花样真多。这个就是清灰的时候比较方便。它这里我们把它转开来，就可以装炮。那我们先把炮装上去好了。来看一下，这是模组线材。以前我那个年代没有这种东西呢，我的那个炮，我的那个线全部都是跟那个炮连在一起的。它现在都是组装型的。等一下我再打开好了。现在炮都长这个样子。这个在我那个已经要不玩 DIY 的时候，这种的设计才开始慢慢出现。现在应该都已经是主流了。大家可以看，然后再配合上里面的它的一些模组线材来安装，使用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好，锁完了，然后这样子，接下来这个风扇朝下锁上去。以前我们那个线都整个在里面的，所以很复杂。炮我煮完了，现在准备装主板。好，接下来我们来装主机板。那大家可以看现在这种以前像这种铜柱都是我们自己依照这个主机板的那个配置下去一个一个自己锁。现在这种机壳都已经帮你配好了。现在小朋友在组机器真的是幸福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把它放上去，然后对好铜柱的位置，这样子应该再锁螺丝上去就 OK 了。好 ，OK， 看一下，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好，那接下来锁螺丝，然后接下来再装这个是 case， 然后就是我们机壳送的一个配件。大家看。现在都给了这么整个水当当装完机器之后，这个盒子也可以留下来装一些有的没的。那我们要组螺丝，我们就用这个。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螺丝给它锁上去。那现在我们要装 CPU， 大家看一下那其实这边都有防呆你在放的时候你就稍微注意一下，像这个有凹槽，这边有个凹槽，这边有凹槽，就对着。给它放下去如果放不进去不对呢，不要硬压真的会坏掉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然后之后盖着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合起来这样子 CPU 装好了。好 ，CPU 装完之后，接下来我们来装这个记忆体。我是打算一次4根给它全上对，虽然说理论上我们可以先上2试来看一下效果，但是我想要全上。然后之后再用 IDA64来测看它的速度以前我们都是只有讲单通道、双通道，那现在就是搞得很复杂。
我觉得记忆体大概是我这次组装电脑里面，我觉得观念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大家在插的时候，应该也可以看了。我那个年代呢，记忆体也有防呆，所以你只要这样子压下去，然后再这样压下去，哦，它两边都插得紧的话，记忆体就是对的。如果你这样插下去之后，你发现机体是翘的，那就错了。你硬插的话，非常非常的容易挂掉哦，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好，主机板 CPU 上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装水冷，从这边先把它拆开来。以前啊，我那个年代装水冷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麻烦，而且很可怕。哦，那个时候还要在旁边放2个罐子，还不同颜色，那个里面的水啊，可能因为管子老化干嘛，会喷得到处都是，甚至有人在装的时候啊，直接就爆掉了，就整个机壳里面的东西直接烧掉，非常非常刺激啊！这一组就是水冷，它的水冷已经在里面了。那现在我们就是要准备把这个水冷套件给它装上去哦，它的方向大概是这样子。好，那现在都很简单，刚刚我们上盖拆开。我们就把这个东西锁上去之后，再套上去我们的上面去就好。好，那现在我这边简单装一下，接下来继续装螺丝。那这些螺丝呢，都是水冷套件给的，我们就直接用它给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来准备装背后扣具哈，这就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不过现在的话比较简单的是，我刚刚卸下它的背盖，这边的扣具这个就出来了。哦，那这个扣具呢也是水冷那边给的，那我们就这样子给它对着放进去，哦，这样子，然后直接来扣另外一头，扣具压住之后呢，它这个水冷头它自己有给这个螺丝，我们就把这个锁上去。接着呢，就涂散热膏。现在涂散热膏，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但是我们都是涂一层薄薄的，然后再给它弄均匀就好了。现在好像还有什么几点式。那接着呢，涂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盖上去，好，然后它这里有螺丝嘛，我们就把它一个一个锁上。这个 CPU 装完之后，接下来我们装这个，那这里有一个是原厂的转接线，我们先把它接在这里。它这一样防呆，所以大家只要看到它片角，顺着防呆插进去就好。这样子，好。那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几条线嘛，像这个啊，这个线就是专门给水冷头的 RGB 在用的，所以我们就这样接，好，它一样有防呆，和插里，好。另外呢，这一头就是我们的 CPU 风扇的那个电源线，在这里，我们接在这里，接上去。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理线 ，OK。好，这样装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装 SSD。其实这边这一块跟这一块下面都有，那我们主要装这一块，然后拔起来。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它本身已经内建了一个散热片了，但是上面有个膜，这个要记得撕掉哦，不然它散热效果会差非常非常多哦。SSD 我是用我之前库存的，之前 SSD 价格崩，大家应该记得去年的时候价格非常非常便宜吧？我那个时候4T 支才买5000多块，对，现在都已经万把块了，7000多块哦，受不了。这个是2TB 的，我本来想要装4T，但是这个还好，系统底不用太大，快就好了。好，那我们就先装上去，然后把它。接下来使用它的扣具把它扣起来，接着呢，这个散热片把它装回去，
OK， 好，锁住了，这样就压紧了。那像这一块主机板，我觉得它最好就是这个，把它这样子一样可以拆下来。哦，它这个散热片面积做的非常非常大，这边已经放1支、2支、3支、4支、5支，看你多一差，散热片都帮你做好。真的不是盖的，真的现在新机器真的是蛮猛的。好，那接下来装显卡，那也不怕大家笑话，我已经 N 年没有装过这么大的一个显卡了。如果大家有看那个修显卡，张哥知道，显卡其实只有这么一小片而已，剩下全部都是散热机构，非常的巨大。哦，那它现在这个都占了3个一个slot的一个空间，那我们现在是插上去。这个装的部分都是跟以前都完全一样，就直接这样对准，然后我给它插下去就好，这样就装好了。然后现在的主机板啊，有一个是我那个年代没有的，大家要看这里，这个4方按键，以前是下面那个 PCIe 有个扳的可以把它翘起来，现在就用这个按下去，我们卡就可以这样把它翘起来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设计也是很厉害的。好，接下来我们准备配线哦。那给大家先看一下，像这个啊，这个就是传统的显卡的8 pin， 以前都是接这种头。那这个呢，就是像 RTX40系，他们新的头是长这样子，比较细，有没有？接头也不一样，而且它是600瓦的哦，所以主要就是差异在这里，跟以前不太一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配线了。好，配线也配完了哈，那东西大致上组好，最后呢，准备把机壳装起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 Antec 的这个 case 不错，这个不是背插式的主机板，但是它线几乎都可以藏起来，都藏得蛮漂亮。以这种机构来讲，线很容易。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里，它可以把线都把它藏在这边来。现在这种机器这种设计，我觉得都蛮厉害、蛮聪明的。所以像我们这样子搞完了，我之后要把这边把它盖起来，然后另外一片把它盖起来。然后前面的盖子多做可拆卸式，像这种就是这样子，直插扣上，真是太聪明了。接下来，然后接着是这样子。这个大家看，这种都没螺丝的，然后还有这个上盖是一样，像我们刚刚理线啊、整理线啊，这边都有洞，像这个就很方便啊，弄完就直接磁吸干上去就好，要再理线、清洁、打开就好。然后最后这一块好。组装完毕，那接下来我们上电来测试一下，看会不会点亮。好，最后呢，我们来开机看看是否主机成功。开机，点亮了。这个我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是蛮干净的，就是线啊什么的，已经是非常干净的，这不是被擦式的。好，点亮了。看一下，那是因为我们还没灌系统嘛。那接下来我要灌系统，那简单跑分给大家看。好，过几天了，我有做简单的测试。那关于 Ultra 9 285K 的那个详细测试啊，我们之前已经有写过很详细的开箱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右上角的连结去看。在这里啊，我做简单的再跑一轮测试，大家当做参考就好了。在这边我简单讲一下我的测试环境。这次我更新了最新的 BIOS。那已经更新了 Intel 最新释出的微码，理论上效能应该是更好的，但实际上不知道。那另外呢，作业系统本来是想说灌旧的，看会跑比较好，但是算了，就自用嘛，我就一样灌24H2。在插满记忆体的情况下，它的速度只剩下4400 NTS， 其实比4800都到不了啊。但是呢，如果把13拔掉，只留
定24的话，那其实它是可以跑满6400 NTS 的，所以不是机体的包，是主机板的限制。最近啊，微星的 AMD 的主板啊，它也搞定了插满4支128以上的机体，一样会有6400 NTS 以上表现的轻韧体。那问题是 Intel 现在还没有。我希望微星团队也加油一下啊，让我这个速度能往上跑一点。那以下的测试啊，都是插满128GB DDR5 的状态下进行测试的。这个 Bench 呢，单核啊是3140分，多核啊是19822分。那 Cinebench R23啊，单核是2353分，多核是40132分。黑神话悟空啊，我开影视极画质，然后用 1080p 的解析度，在开启 DLSS 不开光追的状况下跑130帧，开启光追的中画质下又有117帧，我是觉得也很不错啊。那古墓奇兵的暗影呢，它最高画平均啊有254帧，也非常不错。那 Cyberpunk 2077呢，最高画质加光追啊，它的表现是122.47帧。那如果开启啊 DLSS 的话，都会到218.21帧，我是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以我的需求来讲，目前这个 Ultra 9 285K 它的效能是相当适合我的，因为它在多媒体导出，还有在一些图像的一些处理上，我是觉得应该会比 AMD 好啊。因为老实说没有组过 AMD 的整机啊，所以我是看别人的测试，大致上是这样子。接下来它应该也会陪我个1-2年，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会看5090有没有机会便宜买到。如果有的话，可能也会换一个显卡，不然这个配备应该就这样子吧。除了机体部分变化差很多以外，那剩下的都是变简单的。我觉得不管是水冷的安装啊，主机板的安装啊，以前像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现在的主板 slot 非常少 ，SSD 的那个炒房非常非常多。那像这个呢，可以插到5片 SSD，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插那么多啊。哦，那这个slot呢，它是 PCIe 只有2个而已。哦，那一般都插在这上面一个。那剩下的呢，其实就跟传统主机不一样，但是观念就差很多。哦，那像我这种老人呢，幸好这次有朋友帮忙啊，在旁边指导，他没有入镜，所以这次煮的还算可以。那这次煮完之后，我也学起来了。之后叫我再煮呢，应该煮得起来啊，还是每次都要练习嘛。毕竟人啊，不进则退。我是电脑王阿达啊，喜欢这种影片，记得按赞、订阅与开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